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我们来谈一谈家庭动力的评估问题。这常在医院的某些问题或某些情境下，会特别被要求会诊社工师。这个问题或是情境，就是家人间的决策上面有困难，或是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反反复复的，家人之间的互动怪怪的，希望社工能够协助了解家人之间怎么了。其实家庭动力评估在一般的民间社福机构，只要有做个案工作的都会遇到，只是我们每天都在做到我们自己都把这件事当作例行公事，所以你可能忘了家庭动力评估这件事情。通常在社福单位第一次家访前，你都会有转介单或通报单，你会知道这个家庭的一些过去的样貌。去家访的时候，你会收集家中同住人有谁，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，他们有什么功能，画出一个家系图和生态图出来。有些人或单位会习惯在家系图上画出关系线，我自己是不画关系线，因为关系会因着情境、事件、利害关系而改变，因此家系图会变得非常乱，所以我是不画关系线的。这样家庭的动力就大概有一半左右已经完成了，其余的是需要时间拉长。你与案家工作久了，你会发现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会有一些大略的模式出来，某些问题家庭中的哪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你可以精准的掌握这个家庭的动力方向。社工进行干预或是做处遇的时候，就可以降低不必要的风险跟影响。在医院跟社福机构不一样，你需要快速在当下收集资料进行分析，精准的掌握状况，对于一个新手社工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吧。我推荐 Netflix 的韩剧《气香厅的人们：社内恋爱残酷史篇》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，你可以注意每一个人的一些行为跟思考，受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不论是在办公场所或是与朋友相处间，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互动，也会影响到自己原本的信念和价值观。这是一部很好观察家庭中的动力、权力的流动、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攻防。如果你还没有看完，先去看完再往下看。如果你已经看完了，那我就要剧透说明下去，跟大家分享两个主题。第一个是家庭对个人的影响。IQ 150的天才型气象厅特报员李时宇，从小在一个务农的家庭长大，一路走来顺风顺雨，但他心中热爱天气，爱好自由且随性，不被拘束。因为爸爸诈赌赌博，家庭的环境中，他不希望另外一半要承受他的压力，在婚姻上选择不婚主义。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。当我们服务个案的时候，个案有些坚持，我们应该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观念是怎么形成的。剧中的女主角藤下金科长虽然出生在经商的家庭中，但是爸爸经商失败，选择在家中上吊自杀。而女主角还年轻年幼的时候，放学回家，目睹了这一个事件。接着妈妈带着女儿3个人沦落街头，2个女儿开始寄人篱下，亲属安置。长大后是个一次就通过5级气象考试的公务员，气象厅最年轻的科长，塑造成为一个公私分明、伶俐过人的主管。
第二个部分，我们要来谈谈情绪勒索。心理治疗师朱沈在其著作里面有提出，利用你的情绪与感受来控制你的行为，说服你以他们的方式来看待事情。常见的类型有4种，包括施暴者、自虐者、悲情者，利用对方的罪恶感达到目的；欲擒故纵者，释放出善意，达到目的后要求越来越多。情绪勒索涉及的6个重要的特征：第一，勒索者会提出要求；第二，被勒索者想要抵抗；第三，勒索者让被勒索者感到有压力；第四，如果被勒索者没有接受或是反驳，勒索者会持续的威胁，例如用金钱、用关系的破裂等等，让被勒索者不得不就范。第五，被勒索者顺从，于是看起来双方的焦虑好像都解决了，其实是被勒索者被摸头了。第六，勒索者食髓知味，于是下一次旧事重演。陈科长与母亲是一个不太典型的例子。陈科长的母亲会代替陈科长去婚友社，要求女儿能够配合婚友社的活动。陈科长对于婚友社的部分，在第4集里面有提到，婚友社的资料若不删除，他就不会搬回娘家。在压力的部分，妈妈跟姐姐会不断的打电话，让你知道你不应该要拒绝他们。威胁的部分，当陈科长的母亲生病的时候，迫使陈科长要去医院看他。顺从的部分，科长去看了他之后送他回家，就达到前面妈妈希望他要回家的目的。当然在这个部分有一个破局以至于他这个事件没办法进行重复，至少在剧中目前演的部分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李时宇和他父亲的关系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情绪勒索恶性循环，在剧中至少3次的一个大循环。大家可以在影片中找找看，这个循环有哪6个步骤，至于它会不断的被循环。其实从家庭的了解中，大多可以初步知道家庭的运作方式，要如何精准与快速的评估，这要依赖经验和平时多观察、多与人互动，或者是多被骗几次，你就会对人比较敏感了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